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啊，天哪，我都快哭了。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3日常以后就只有2个人了，然后就是我和他们2位分开了，所以这有可能是，虽然应该不会是我出现最后一集啦，以后可以有朋友的身份出现在这个频道里面。那你刚刚说，有可能是我们3个人最后一集的时候，第二真的是蛮有感触，觉得有点不舍。今天我们拍这个影片，想跟大家讲一下，要讲什么？为什么要分手吗？还是说，去拍这一集，拍这一集其实我蛮坚持的，就是我希望说，我们从第一支影片就跟大家讲说我们3个人在一起，然后跟这一支影片，因为我们中间可能，用我们自己的感情的一些难关，我们觉得我们过不去。所以才会有这个决定。那我也想要跟大家，一起跟陪伴我们这么久的朋友，跟这些网友们，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交代。对啊，跟你分享说，我觉得或许去这一段路程，其实3年多，我觉得很精彩。对，也不想让大家一直猜说为什么分手啊，或者是没有给你们一个精确的解释，让大家只能用猜的，所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分手，然后以后我们会怎么样继续经营这一段关系，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再继续来往。对。好，那么怎么解释？而且我觉得分手或许不一定都要很难过啦。只是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发现到说比较有趣的情绪是，我以为都还好，那我自己很压抑，然后就不会哭，就很看淡这一切。可是有时候那个回忆跑出来的时候，我眼泪是自己掉出来，就只有不想哭，可是我眼泪我止不住。那我们现在交代一下我们分开的原因好了。主要我觉得是因为价值观上面的不够契合，导致到我们最后决定要分开的结果。我觉得我们在相处上真的很多方面都很适合，但是呢，基于我就是一个很爱好自由，然后需要很多自己独立空间的一个个体，不像他们2个可以永远黏在一起啊，或是对另一半很依赖等等的，所以就形成我们在个性上或相处上的一些空隙跟摩擦。然后最后就决定说，说不定我自己一个人过会比较快乐一点，所以做了这样子的决定，才离开这段3年的感情。所以就像雨辰刚刚讲的，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很大量时间在沟通，只是在沟通上面可能就没办法找到我们彼此的共识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决定。因为一直来回沟通一件事情，或是无法达到一致的沟通或共识，会让人真的很有无力感。其实回过头来很难想象，这3人的感情就这样子经历了3年，很久因为我前一任也才2年半而已，所以又变成是更久的一段感情。然后你们2个在一起这样也5年多了，已经占了我们感情一半。对，我是在你们交往2年半的时候加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走了比你们2个原本还要久，但是你们2个现在还继续走下去。
觉得这样很好。那我们要来聊什么？这段时间这3年来最喜欢、最珍贵的回忆吗？我觉得回忆好多。你知道，我在家里的时候就看到说，有3个枕头，然后3双鞋，就觉得好想你。你之后还是可以来用。你知道，就是所有东西的时候，我本就是反射动作会变成说，都想说其他2个人怎么样，那是一种已经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摆脱这种习惯很难。是吗？真的我没有那么常在那边。对，可是看到就是会想到，而且我们就是会买一样类似的东西，像什么？鞋子，没有，我鞋子跟你们不一样，一样款式，哪有一样牌子而已啊，又没有我说拖鞋了。很多东西都是会很自然而然，就像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传个讯息跟你们2个问早，看你们2个今天在干嘛啊？我不知道，或许搞不好我之后还是会继续做吧。你没办法理我没关系，因为我真的是觉得相处在一起真的像家人，那个感情是真的很难割舍。而且真的太多回忆了，你知道，那回忆多到是很可怕的。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想说，我们一起吃过这间店，我们一起去过什么地方，就是或许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就觉得说，我们在这边干嘛？那会很跑很多地方，因为我台湾跑太多地方了。对，那会很多这样害我去哪里有想到你们，真的。可是我都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那就是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，而且我觉得我都一直往好的地方想，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是那种，就是再也不会再见面的。当然了，或许搞不好我们之后见面频率也不会太低，只是身份的转变而已。我觉得分手之后可以变朋友也是每个人价值观的选择，但我自己这边是可以的，然后我们3个都可以，所以以后也不会少出现在你们生命中。我自己这样觉得。那说不定有人觉得这样不再妥当的时候，就会慢慢淡出彼此的生活，也是一个可能。但以我们这样交往这么久，认识这么久，我觉得能有在生命中留下这么久回忆的人不多。所以以后可以继续好好来往。那我之后不能叫你 baby 耶。我可以继续叫你 baby 吗？不知道。他们继续叫我 baby 还是吃？不会。可是如果以后我有男朋友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那么难搞，我觉得你不好找。我自己心里在心里面预设的是，我会单身5年以上，5年以内不会交男朋友。我会觉得你会交一个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我多好，就不会找我。对。那我来找你们，你要再跟我聚在一起吗？会。我觉得这真的是，因为我们真的克服太多难关。我觉得我们只有一少部分真的不合，而且可是我觉得经过，我相信时间都会冲淡很多事情。有些事情是或许分手之后，我们心中石头才有办法放下。可是我始终不觉得一定要按照大家既定的模式那种什么，我分手就老死不相往来，不是。因为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你现在边哭边讲，你到时候听得懂在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好笑。很难的，这真的很难。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要割舍这段感情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真的不容易。因为3年多相处那么久，尤其又跟家人都这么熟，你们常来我家，或者是我常去那边。你那天跟我说，阿姨说，
其实他前阵你就看到我不快乐，看起来闷闷不乐，我就觉得身边人其实都蛮敏锐的，然后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，你最近看起来很不快乐，就是很多警讯，我也知道说我在这段感情里面好像没有那么自在，但是还是说以后我想去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去，所以我听也蛮感动。虽然不是阿姨跟我讲的是你是转述的，我就说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一大早起来才跟我妈讲说，爸爸我事情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要你看到影片担心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于是跟他离开我，然后我就哭了。然后我妈就讲了一些就是那种我觉得超老套，她说人生就是会上车会下车，然后她后来就讲说，没关系，他用的都是我们的小孩，他想来就来，因为我们真的很真心把他当作家人一样。像哭比赛赛也很像你，一体会。谢谢阿姨啊。我爸也是，虽然我爸真的很直男，他们都对我很好，我很爱他们。就是小时候跟你们分开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些东西都也是做一部分的切割，就会让我心里不舍。我只是想跟你讲说，你真的不用切割，你真的是可以无忧无虑的，你想来就来，因为你有我们家指纹收密码，你想进来就进来。然后我觉得很好笑，有可能就是担心很多。我跟我朋友们，因为我们真的太多共同朋友，我那时候看我们的甚至 IG 上面共同朋友到300个，我想说这已经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共同朋友数字，为什么那么多？就200-300，就很夸张的数字，因为真的认识的人都太多，在这段时间密集认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真的是生命真的把我们绑得很紧，所以很多人就说，你就是要断绝往来，要割舍。那时候我就是狂看影片，我到底要怎么抛下一段情感？他们每个人都说，第一件事情是都不要再联络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你就不会心紧又起。我就想说，这件事情是对的吗？然后对我是不是好？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。是没有一定啊，我觉得分手后要怎么处理自己个人情绪，都是有自己一套适合你的风格跟方法，所以不是那些网络上说什么就是的确是什么，因为你还是可以跟你的前任当朋友啊。而且我们真的是，我自己认为我们真的是非典型的情侣，就是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2个人，然后变成3个人，现在只是变成两个人的关系，所以往另外一方面想，好像回到那个当初。好像我跟周学在一起，然后还想着要不要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往什么方面想。可是现在不一样的是，就是熟悉程度是真的很高，就是我很能同理你的想法了。所以我当时提出分手的时候，心里某部分也在想说，哇，你们2个这样很特别，因为很少人有办法。被分手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抱住 ，baby， 我们被分手了。你当时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我自己从这段感情里面，我觉得学到2个，一个，因为人一生中就遇到生死离别，我觉得真的最难去面对。我问你什么问题？你在回答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知道回答也是，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。可能是遇到妈妈的走，他真的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，遇到了死的这个课题，可是跟你也是遇到别，因为我觉得说人最终就是这条路一定自己走，只是我不知道说这一天怎么这么突然这么快，然后在走的时候，我在意识，我在发现到说，那我当下的情绪怎么样？对我当下其实我会发现到说，其实。当你很难过，或是你真的会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真的把自己行程都塞得很满，就不太会有时间去乱想。可是当你一放松下来、一空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去发现你的情绪。那发现那个情绪的时候，尤其是睡觉的时候，这个一闭上眼睛，像我的回忆，我觉得那个枕头就很快就吃掉了。对，可是当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，其实我要去接住我另外一半的情绪，我会觉得压力好大，或是
有一点难受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我还是要去接触一下，因为今天是我有工作，我可以塞满我的行程，我可以不要这么痛苦。可是我可以想到说，他整天都在家里面，或者是我可能要赶快再把他拉出来，他比较不会这么痛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人如果真的是陷入这个情绪的时候，赶快去找朋友，赶快找一点事情做，然后再慢慢的释放掉这个情绪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周雪真的也是很可怜，周雪是忙完，然后就是想办法运动完回到家里，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们现在要赶快赶最后的要交给厂商的影片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准备要睡，他继续剪影片，然后剪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说 ，baby 我真的剪不下去，我看到我的影片真的会想哭。那你怎么剪完的？我最后就是去咖啡厅把它剪完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咖啡厅比较不给哭啊。就会比较认真，然后赶快把它当工作把它剪。辛苦这段时间，我觉得也谢谢你们3年来的陪伴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旅程。人生中真的很难想象你有办法跟2个人一起走，而且是一走就是3年，所以是一个真的以前18岁或者是更小，或者是在长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一段恋情，所以我觉得很可贵，然后也可以介绍这段感情给很多外面世界的人知道，所以很谢谢每个看过我们影片然后喜欢我们的人。我觉得这段旅程真的是很特别啊，就是给我们彼此应该都成长蛮多的。对，而且如果真的从第一支影片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你们或许会看到是我们3个人彼此的成长。对啊，那真的是，那回忆真的太多。谢谢大家支持，然后很遗憾3个人的恋情没有办法继续幸福给大家看下去，但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态继续相处，继续来往。但我们想传达的，我觉得在这3年也传达很多了，就是不要害怕尝试你没想过的事情，你有兴趣的话就勇敢去做，你也不用去管世俗的眼光。像我们这3年感情，其实也赢过非常多2人的情侣啊。谁有办法3个人交往这么久？到底谁说我们3个没感情的？到底谁说是我们演的？这种东西根本演不出来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觉得，我自始至终，我觉得我们频道的概念虽然说就是想跟大家讲说不要被框架局限，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就只想叫他去相信爱情。我觉得爱情里面的那种各种情绪酸甜苦辣都是可以去享受的，人生才比较有趣一点。就像我真的是，我到现在自始至终还是恋爱脑，每个朋友都跟我讲说，你要多爱自己一点。可是我好像已经认清我这个原厂设定，到现在，我觉得可能未来很难改变了，我只能用可能不一样的形式去处理它。可是我也期待说，不论怎么样的形式，我觉得那都是最好的安排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3人关系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，是在于说，你没有在其中，你完全无法体会那种感觉是什么。从刚开始的可能焦虑不安，然后到后来的稳定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冲突，再到可能人生价值观的选择。因为有3个人，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完全不一样，不可能按照同一套剧本然后去模拟出来。很多人都会用他自己的既有印象，觉得说我2人关系是怎么样，那可能3人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放大版，或者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个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东西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是，就算是未来不论怎么样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寻求到你自己开心的事情。如果一个包包可以给你开心，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给你开心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给你。就像我相信骤雪跟我一定都不会吃醋的，因为你真的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事。那个重要程度真的完全不一样，就是真的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可能想说的是，我从这段关系里面，
可能学到最多的是可能跟自己对话吧。就是学会跟自己沟通跟相处。从最一开始可能去当兵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很不会表达自己情绪，然后还可以写成功本。对啊。然后到现在，我觉得就可能会比较表达出来内心想要的东西，用内心的情绪。他昨天在剪那个唱歌也来哭啊，唱歌。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录一首歌，你录了吴冠烈的《早晨》说给我们，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音档，然后一放下去，那我就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那时候在播那个音乐太多次了。然后我也，其实也蛮想说，每次跟你们一起出去的时候，那真的出去，我觉得都是每次都是很棒的经验，是吗？可能有些地方有冲突吧，可是我相信未来冲突可能不会那么多。对啊，当朋友就没有什么好冲突了。对，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出去。对啊，所以我也觉得，除了说让我学会说更会表达自己，我觉得另外就是做自己。就是不用被框架住，或者是就像是感情真的是分手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以你的心态根本就不一定不用见面，或是就是一定要想得很极端的事情。我就觉得说跟你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好像都没差。我相信我们是会用这样的心态继续相处下去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我们在这段感情里面，大家都有各自的成长。像是你突破了很多自己的舒适圈，接受了原本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，然后也建立起自己的一些生活模式，跟人生的价值观或底线。我觉得这些都很好。然后你试着去学习沟通，然后把自己的想法从原本不知道该怎么描述，到现在越来越清楚，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进步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也学习了怎样诚实的表达自己的需求、想法，然后也被社会化一点，因为以前他们都觉得说我好像是一个小王子，还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就觉得我的个性好像很极端，或者是就觉得什么感情、什么世俗什么东西都是屁，然后就没有社会化，一点点。但跟你们分手之后，我可以回到原本的样子，就是我不需要为一个人变成这么社会化的感觉啊。其实也不叫社会化，就是为人，因为人而觉得被局限或拘束很多，所以这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的代价。但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单身的话，那就是另当别论，可以回到以前那个状态，但说不定也不会到这么极端。我们需要帮你写推荐序给你的下一个男朋友，也需要。没有，我觉得社会会给他教训。我就说我会先单身5年。对啊，所以不用担心嘛。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历程。这真的是一趟很棒、很精彩的旅程。而且我相信我们3个都完全没有后悔过。其实我也觉得蛮抱歉的，就是这个分手来的还蛮突然的嘛。是吗？你会觉得突然吗？不会啊。其实不是突然，我是觉得有点心疼你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劝他憋那么久，然后我才知道说你有那么痛苦。我是说，如果真的是有这个，就是后话。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最终的最心里的需求是什么，然后如果把这件事情早点拿出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好过一点。可是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才有办法把心里真正的话讲出来。不然的话，你永远讲不出真正的话。对啊。所以我其实觉得是很棒的点是，以后我们相处上或许就更加没有任何的禁忌了，然后更加没有任何的就是真的是超越朋友，然后超越情人的关系吧。
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也很遗憾，我很抱歉，这么晚才把自己心里的话，真的很诚实的讲出来。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点，但这点真的很难，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建立起的价值观，很难让我完全信任一个人，或者坦白我的所有心里的想法，因为我不想要很多的思想都被别人知道，所以这是很困难。但我相信跟你们在一起这段时间，我已经学习到一半了，对，但以后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可是以后会不会出现让我有办法信任，然后把很多的想法都交给他的人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那时候欢迎你回来，说不定你们已经找到下一个第三个人。其实我自己有仔细思考过，我觉得太难。我自己不会再想要进入一段私人关系。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事情，我觉得其实蛮零散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交代这件事情，而且光是开录的时候就先哭一次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多愁善感，我一年大概只会哭一次。我觉得我还蛮得意的，就是我应该是让你哭过最多次的人。因为我是连看电影都不会哭的。比较冷血一点，比较理性，没有感性的那一面。未来这个影片呢，就将交由剩下2位继续经营，所以以后就是你要改名叫什么？2个人日常。没有，是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我现在都好不想改名。没有，我觉得或许也不会改名字，对啊，它可能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的一个回忆，可是只是影片里面或许比较常出现，可能就只有我跟吴君。可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客串嘛。对，但是那要付我钱吗？当然要付你钱了。有可能大家还是会想要看雨辰回来啊。那我还是可以抱抱你。而且我觉得或许雨辰回来是用朋友的身份一起回来这个频道里面，或是一起来跟我们相处，可能大家也可以知道说，原来其实分手之后跟前任也可以当是朋友。对吧？那如果你们继续叫3人日常的话，大家说第3人在哪里？那个就是我们频道的，还是一个是3，你是3，你是人，所以你们叫3人日常。你要怎么自我介绍啊？大家好，我们是3人日常。可能大家就可以知道。我们不会介绍，我们这样2个人经营，我们就不会介绍。好笑。因为我是很不想要改名，我觉得那都是我们一起努力过，然后一起奋斗过的足迹。那你们大头贴至少换自己2个人的吧？可能把你码掉。没有，我会把你码掉，然后打一个问号。那我要收版权费、授权费。我会打一个问号。对，隐藏人物。你放心啊，那个盈利的10%。我们以后可能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会出现跟我们 beat 啊。所以每次都要换一个，还是我们这也是个走向啊！你们3人场就是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人，还是下面留言，我们就接龙好了，看第1集是谁。还是我们要变成是每次约会都有一个随机的第3人，不要，看会蹦出什么火花，听起来很好看。可是其实我剪一支影片给我们。那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可以放在影片了之后跟大家分享。我不会看完爆哭啊！我觉得我只是简单一个回忆吧。什么掉钥匙啊？我觉得可以剪。可是好像一切真的是类似从这样的东西开始。我们的最开始，我们故事的开始其实蛮混乱的，从一把掉进水沟盖的钥匙，拿到了，到那场让我们变很要好的车祸。虽然没留下太多车祸的画面，但那晚我记得我们变得很紧密。我们在沙滩上挖车的回忆很深刻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3个人在一起好像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卡住了。这1142天真的比我想象中精彩太多了。我真的很喜欢看你们在厨房忙东忙西，煮东西给我吃。Baby， 你真的很皮，把我的眼睛弄掉下去合体。真是最皮的一个人。帅哦！还要我们睡前一定要涂护唇膏。这个看久了，那就不是。你说那是为我们唱的歌，虽然是无惯例的早晨，但我大概循环听了快5万次吧。最怀念你开车坐在后座的时候，不管路有多远，你的手永远搭在我们2个的肩上。你看，就算你睡着了，
说也没放开口。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陪伴。我们一起跑了好多国家，宿务、泰国、日本、香港。看着你学东西都超快，连跌倒也都很有个性。最近小心，这个滑倒，谢谢你教会我们做自己有多爽。就算在餐厅把卫生纸插在鼻子上打游戏，只要我们开心就好。连阿姨都说很开心，生活里多了你这个儿子。谢谢你陪我们一起疯，一起完成那么多梦想。这一路上，很多人问我们是不是在演戏。我想说，我们都哭成这样子了，很难不像真的吧？是好歹你好歹我已经拍很久了。这些爱跟情绪，如果能演出来，那我们大概就是影帝了。这坛美酒我们还没有机会喝，但是酿酒的过程我会一直记得。谢谢你教会怎么表达情绪，虽然最后我们在感情的课题里遇到了难关，但我还是想记住那些最纯净的时刻。我想，人们总是遗忘以前的美好，而你只是选择先下车。三角形缺了一个角，或许会暂时失去平衡，但我们会带着这份记忆继续走。希望我们可以换个身份再聚，我们都祝福彼此，都要天天幸福。喜欢自己挥洒的故事，在人间篮球白痴，才算切实。喜欢一个人无管理的早晨。你知道最后15秒会吗？不知道应该好。那我跟你说，版权费是我拿去。谢谢你们。你先生，你有哭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我还哭了。我在进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：“baby，我不想哭，可是为什么我一直哭出来？”总之呢，就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就是换一个身份，继续在彼此的生活中存在。所以现在哭，我觉得也是惋惜原本恋人的身份消失了，但是以后还是会有彼此在彼此的生命中陪伴，所以也不用太难过。但今天就刚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整件事情的原因。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频道，然后也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幸福，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、感情观。然后就像我们说的一样，遇到问题在情侣里面或者朋友，当然也是就是一直沟通。如果真的发现找不到解放的话，分开也是一个选择，完全不丢脸。因为自己的生活活得快乐，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好好为自己的活，然后记得活得精彩跟快乐。还有什么要交代吗？没有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只会剪片。